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草泥捏汉堡。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瑞克莫蒂的官方漫画第12卷，讲述了瑞克进入瑞克大脑探险的故事。一大清早，loser莫爸又开始作威作福，为了彰显自己的家庭地位，执意要将老瑞设置成完美档的面包机改成烤焦档。夏末和莫妈觉得莫爸有些小题大做，莫爸却一脸狰狞，表示这是对一个男人能力的挑战，自己的家要自己做主。连丛林里的猴子都懂得这道理。莫妈略有心疼这个 loser 的自尊心，献上香吻安慰：“去吧，小猴子，拿着你的吐司机去问问瑞克，我保证你的早餐会多一根香蕉。”就这样，莫爸打开了实验室的门，准备问老瑞借一把螺丝刀。眼前的一幕却令他毛骨悚然，只见桌子上摆着一样诡异的东西，居然是瑞克的头颅。莫爸吓得连连后退，他一把抓住莫妈：“瑞克，他死了。”莫妈却认为杰瑞的玩笑开得有些过分了，直到两人看到莫爸一脸严肃的再次强调事实，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夏末听后直接甩出关键性问题：老瑞死了，但小莫在哪？夫妻俩顿感不妙，莫妈拿起手机确定小莫不在学校，莫爸却仍在捣鼓面包机。莫妈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小莫是在学校里补课。直男莫爸虽然毒舌，却直接袒露心声：以老瑞的尿性，很有可能将小莫留在了冥王星，甚至可能把小莫当成了人形盾牌，卖了蓝换取宇宙置换剂。莫妈反驳老瑞不会这么做，小莫可是他的宝贝外孙。可在莫爸眼里，老瑞对待小莫就如同实验室里的动物，其他人对老瑞来说可能连屁都不是。就在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时，实验室里传来巨大响动，夫妻俩跑去一看，是夏末，他正拿着一台设备，准备把传送门的频率调到与小莫所属世界的频率一致，这样他就有机会能把小莫带回来。莫妈认为这实在过于危险，慌忙阻止夏末。可最后当频率对焦启动后，传送门里却没有显示小莫的身影，夏末失声痛哭，因为这说明小莫已经从这个宇宙里消失了。面对这个可怕的事实，莫妈难以置信。莫爸淡然如水，看丈夫这副模样，莫妈再次失控，斥责莫爸不过是个可悲的小男人，宣布自己不战而胜，还要抱着个面包机拿汤当奖牌。莫爸听后也怒了，表示又不是自己带着小莫冲到宇宙中去的，是莫妈一直以来对老瑞拉着小莫冒险熟视无睹。莫妈失声痛哭，指责杰瑞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一旁的夏末终于看不下去了，他受够了爸妈的相互指责，悲伤地说道：“大家都没有错，真正错的人是莫迪。老爷很聪明，能带他去任何地方。莫迪为什么要拒绝这样的邀请？而我们本可以把他俩留在家里，但我们没有。也许是因为他们做的事、去的地方是那么不可思议，以至于我们趋于无视。也许是他们在外面更加开心，也可能是老爷给了我们更好的生活。不过这都不重要了，现在你们除了想念，什么都做不了。”说完大步离开。莫妈和莫爸听后若有所悟，深深地拥抱在了一起。他们刚刚失去了一个孩子，不能再把夏末也弄丢了。两人前脚刚走，那个被遗落在地上没插电源的面包机突然亮了起来。后院里的夏末还在伤心之中，待莫妈和莫爸一起安慰后，他才慢慢振作起来，同两人走回家中。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后院里有2处明显的埋藏点，正是动漫第1季第6集爷孙俩亲手埋葬自己的地方。因此可以得知，该故事线所描述的平行宇宙应该是 C137号宇宙，也是动漫里的主角老瑞和小莫，而他们也确实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不过他们其实并没有死去，而是因为主角老瑞在改造面包机的时候，发现了一颗来自于异次元瑞克的头颅在宇宙里飘荡，于是把他带回了实验室。众所周知，瑞克的强大是无与伦比的，主角老瑞也深知这一点，于是他带着小莫进入这颗异次元瑞克的大脑里，想在他逐渐消散的意识中找出他是为何被杀，他的宇宙又是被什么给抹灭了。主角老瑞和小莫只是进入了头颅瑞克的记忆中心，他们确实不存在于真实的世界中，这也是夏末找不到小莫的原因。老瑞发现头颅瑞克的宇宙和 C137号宇宙一模一样，只是时间线要比 C137号宇宙快一点。在这个死去瑞克的记忆里，老瑞正在体验他生前的经历。头颅瑞克潜入了外星人的母舰，遭遇众多外星人包围着，好在头颅瑞克身手矫健，甚至还会改造电梯，敌人被打得满地找牙，让一脸懵逼的小莫十分佩服。老瑞带着小莫来到逃生舱，然后利用电梯里设置好的定时炸弹，成功逃出外星母舰。小莫以为这下应该安全了，可老瑞表示外星人最终仍会进攻地球，不然头颅瑞克就不会死，并且他很好奇，究竟是什么宝贝才会吸引这些外星人这么不计代价进攻地球。他们还需要继续待在头颅瑞克的记忆里，找到他死亡的原因，并弄清楚这一切，避免悲剧在主宇宙再次上演。小莫听后非常愤怒，觉得这不公平，因为老瑞什么都没跟他说，就带着他到处乱跑。既然如此，作为带头者，老瑞应该独自去解决这件事。话还没说完，身处的空间突然扭曲起来，小莫以为是外星追兵赶到，老瑞却知道外星人不可能这么迅速，唯一的可能也是最可怕的事实，那就是桌上的瑞克头颅出现了问题。老瑞吐槽一定是莫爸搞的鬼，毕竟丑人多作怪，标子花样多。要知道他给头颅瑞克建造的能源是核聚变能源，连接着3种不同的备用形式，按理来说这能让头
投入瑞克的脑子运行好几年，甚至是好几个世纪，除非有人把能源切断了。说着，爷孙俩所处的空间又开始扭曲起来。果真如老瑞所料，莫爸一家认为爷孙俩已经去世，便把头颅瑞克从能源上取下来，放进了棺材里，还为老瑞和小莫举行葬礼。在这场葬礼上，我们看到好友鸟人和阿道夫·林肯勒还在世，出席的还有史瓜奇，还有小莫的暗恋对象杰西卡。与此同时，爷孙俩快要被扭曲成碎片。小莫问道：“为什么不能用传送枪回去？”老瑞表示，在这里传送枪只是一个记忆构成体，他没有那能力带爷孙俩回归现实世界。如今他们所处的世界全靠头颅瑞克脑内活着的最后几个脑突触支撑着。不过小莫的问题也点醒了瑞克，他决定死马当活马医。尽管传送枪不能把他们传送回现实，但说不定能把他们传送到另一段记忆中。地下实验室的一个保险箱里，一颗莫蒂的头颅赫然映入眼帘，它简陋的连接着几块电池，艰难地维持着生机。这一卷的剧情令人对无意义三个字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夏末虽然不被老爷认可和宠爱，但他其实是这部动漫里少有的几个思维通透的人。他明白主角老瑞和小莫并不是他原装的老爷和弟弟，他真正的老爷和弟弟已经死在那场爆炸之中。他或许能够理解瑞克的虚无思想，那个老爷永远以燃烧的激情麻痹自己，躲避虚无的深渊。夏末奉劝父母珍惜当下，正如主创所言，所谓的虚无确实存在，却无益于我们。地球会毁灭，太阳会爆炸，宇宙在变冷，最终一切化为虚无。但当想法聚焦于地球，聚焦于一个家庭、一段童年、一段回忆，我们会发现这一切都很重要。认识到无意义这个事实，能拯救人于一些糟糕的时刻。一旦挺过可怕事实并接受它，却又会发现任何地方都是宇宙的中心，任何时刻都是最宝贵的记忆，任何事情都是人生的意义。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评论、加关注，咱们下期再见，拜拜。